停火協議呢剛簽沒多久，霍爾木茲海峽就又響起了炮聲。5月8號凌晨呢，美國和伊朗呢在這片海域爆發了4天裡的第2次大規模的交火，不管是規模還是激烈程度，都比上一次嚴重得多。今年4月初呢，在巴基斯坦的調解之下，雙方呢好不容易談成了停火框架。現在看來，這到底是和平的開始，還是下一輪對抗短暫休息，真不好說。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5月8號凌晨的2點39分呢，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呢最先報道，阿巴斯港附近傳來了幾聲爆炸聲，還沒等10分鐘過去啊，這個格什姆港方向也響起了爆炸声。據新華社消息啊，伊朗方面表示說，美軍的襲擊了一艘從這個賈斯克沿海驶往海峽的伊朗油輪，還聯合部分國家對這個哈密爾以及西里克以及這個格什姆島沿岸的平民区就發動了空袭。伊朗這邊呢也立刻反擊，動用弹道導彈、反艦巡航導彈和無人機群，對海峽以東恰巴哈爾港以南的美軍艦艇展開打擊。那麼到了凌晨的4點左右呢，德黑蘭西部也傳來了巨大的響聲，當地的防空系統呢隨即啟動，密集的開火聲持續了好幾分鐘。那麼之後美軍的中央司令部證實有3艘驱逐艦在穿越海峽時遭到袭擊，並且稱已經進行了回擊。那麼直到凌晨的6點，伊朗媒體報道稱，海峽沿線的局勢已經恢復正常了。那麼這已經是4天裡邊雙方第2次正面衝突了。在5月4號，美國的方面呢是啟動了自由計劃行动想要引導被困的船只通過海峽，結果就遭到了伊朗的这種強硬的反擊像什麼巡航導彈無人機一齊上陣。而美方呢則宣稱擊沉了6艘伊朗的小型船只。那之後自由計劃呢就被暫停了。一方面是因為海灣地區的盟友反應十分的強烈，另一方面呢，美國政府對外宣稱是為了觀察和伊朗的協議能否最終敲定可是現在看來，這個留給談判的空間還沒來得及發揮作用，就被炮火徹底打破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戰火已經蔓延到了阿聯酋。之前呢伊朗呢曾向阿聯酋方向發射導彈，這個富查伊拉的一家石油加工廠就遭到了無人機襲擊之後起火，還造成了3名外籍工人受傷衝突呢開始向美國的海灣盟友擴散，這讓整個地區的這個局勢變得更加的棘手難以控制。對於這次交火，美伊雙方的這個說法完全就不一樣。美國方面一口咬定說停火協議仍然有效五角大樓呢甚至用了這個防禦性攻擊，這種我們認為說是自相矛盾的說法來解釋呢這個美軍的行動。白宮呢則刻意淡化事態，想要安撫國內的輿論。而我们看伊朗這邊呢，說法則完全不同，就是伊朗的武裝部隊的發言人就明確指出，是美方先違反停火協議，先襲擊了伊朗油輪，之後呢又打擊了這個平民區，伊朗呢只是被迫進行反擊。那伊朗的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更是放出狠話，稱今後美方任何海上封鎖行動都會遭到伊朗的軍事回應。伊朗的外交部的發言人這個巴加埃的表態則更為微妙，一方面說這個正在審議美方提出的結束戰事的方案，另一方面呢也強調說伊朗武裝力量已經做好了全面準備，如果有必要將全力回擊。聯合國方面也急了，這個在5月8號，古特雷斯的副發言人哈克爾呢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說，秘書長呢對這次的交火事件表示關切，還強調當前正是緩解局勢的關鍵時期，敦促美伊雙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全面遵守停火協議不要採取這個任何可能破壞外交努力的行動。那說白了，古特雷斯呢這就是在給雙方的這個對抗畫一條底線要再這麼打下去，談判的窗口恐怕就要徹底的關閉了。不過呢，聯合國的這個叫停到底有多少實際的約束力呢？我想大家伙心裡邊都很清楚，是吧？
這場美伊的僵局已经在全球市场上造成这种實實在在的影響。船舶的追蹤數據顯示，截止到5月8號上午，已經連續2天沒有大型的商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了。海事分析公司的報告稱，說4月19號到5月3號這期間，這個海峽周邊的岸航活動激增了近600%啊！很多商船為了躲避衝突風險，都關閉了自動識別系統，偷偷航行啊！密歇根大學呢，在5月8號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這個初值跌到了48.2，創下歷史新低。大約1/3的受訪者呢，都把這個油價列為了首要的擔憂。目前呢，全美的無鉛汽油的均價已經漲到了每加侖4.558美元。分析人士表示呢，除非這個供應中斷的問題得到解決，能源價格呢降下來，否則市场情緒很難有所好轉。所以說到底，美伊對峙的核心，它並不是某一次的交火，而是双方在这個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上互不相讓。美國呢，絕對不會接受伊朗掌控這條承載着全球20%的石油運輸量的咽喉要道。這直接就關係到美元計價石油體系的一個根基啊，而伊朗呢，則拒絕交出海峽的管控權啊，不僅呢推出了新的通行管理機制，要求呢過往船只呢必須獲得許可呢才能通過，還在呢推動立法，打算向這個過往的船只收取過路費。伊朗議長呢之前更是公開的嘲諷說，美方提出的這個諒解備忘錄呢，不過是一份願望清單呢。那言下之意呢，就是美國的威脅已經不管用了，美國需要一份外交成果來挽回不斷下滑的國內的支持率，伊朗則需要解除制裁來緩解國內的經濟困境。可雙方的這個各自的底線偏偏撞在了一起。接下來局勢呢會如何發展呢？就看一個簡單的問題：是戰爭的代價先耗盡某一方的耐心，還是某個意外事件先把局勢推向無法挽回的升級局面呢？各位記住我這句話，咱們且看且觀察。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